上期苹果自家的第一个智能音箱，挺好却不够好。631位观众给出平均分6.08分，比我们的5分高1.08，观众还是很认可苹果的。而 HomePod 也趴出了2390块6毛，回血96.1%，暂列回血榜第1位。来自哔哩哔哩的小伙伴胖胖娃子问公关君有没有男朋友？请问你问的是哪一个？来自 YouTube 的朋友陆山云云问牛杂汤有没有牛肉味儿？挺好的，看来这位朋友中了我们牛肉干的毒呢。喜欢牛肉味儿，多买点牛肉干啊。本期索尼阿尔法7的旗舰相机虽然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让我们来感受一下信仰的魅力。Weighing down so heavily, gonna fall eventually. There's no defying gravity, but you make me feel indestructible, indestructible.这就是我那可爱的 R3 拍出来的视频。为什么会买阿尔法7 R3？ 这得回到几年前，他们让我这个连单反都不懂的人去拍视频开始。阿尔法7 M2， 我的第一台索尼相机，也是真真正正属于我的工作相机。你看，从这些痕迹中不难看出，这些年里我是多么喜欢使用它。如今 R3 来了，还是熟悉的手感，熟悉的轮廓，闭着眼我都可以非常自信地告诉你，这就是索尼阿尔法7。哦，果然没错啊。切。哎，吕后期、蓝后期，等下有空没？我们出去拍戏啊？好啊。可以啊，要带什么设备吗？就帮我带个稳定器就行了。OK， 好，走。相比 M2， 正面代号不同，背面液晶屏大小不变，按键多出了对焦拨杆以及新位置的视频拍摄键，仅此而已。当然，想要视频拍得漂亮，眼睛很重要。除了需要能够在枯燥的生活中抓住惊喜的闪光点外，透过相机看到的景色也一定要精致。2个地方，取景器、显示屏，从数据上看都有提升，但说实话，实际体验中我并没有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变化。我跟你说啊，索尼这个取景器和显示屏屌得很哦，好屌哦！作为心理安慰，我还是愿意相信它有很大的提升。哎，准备，好，准备，1、2、3，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胶没对上，再来一次。哎，算了，我还是上脚架算了。等一下。好 ，OK。可以。平时在外拍摄，我最喜欢的方式还是手持和稳定器。原因很简单，第一，转移方便，拍完拿起就走；第二，让画面稍微动起来，看上去会好看一些。由于索尼拥有强大的对焦系统，因此一般情况下跟焦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好吧 ，M2 的视频拍摄对焦就是个垃圾呀。先不管这么多，倘若出现了需要变焦的情况，该怎么办呢？换做以前，
我可能就3种方式。第一种，定机位变焦，这是最稳的。第二种，手持边移动边变焦，这种通过长期的训练应该没有问题，不过画面多少会有抖动。第三种，定焦，然后打开峰值对焦，利用稳定器位置的变化进行焦点的变化。前2种是我用的最多的方式，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，看，这就是触摸屏的优势。需要对焦速度快一点，没问题，调至响应，再来，配合更优秀的对焦，稳得很。就算光线稍微暗一点也没有问题，看非常顺滑。哦，对了，我平时取景器和屏幕都经常用到，所以最烦的就是有时候轴离取景器太近，屏幕就黑掉了。现在你只需要把屏幕翻转一定的角度。Perfect。 菜单还是一如既往的难用。作为一个用了这么久索尼相机的人，有时候你让我找个东西，我还是要不断的翻过去翻过来。说真的，我并没有感受到菜单有怎样的优化，最多也就叫个变化而已。虽然你现在可以自定义快捷菜单了，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选项都能放在这里。怎么说呢？还是就凑合着用吧。这次阿尔法7 23最高支持了 1080p 120帧和 4K 30帧，同时还支持 S-Log3， 可以说把之前视频机上有的没的都给加上了，毕竟旗舰机嘛。画质的话，我想大家其实已经看到过了。之前纸飞机和 S9 2期节目，我都是全程使用 R3 的 1080p 120帧普通模式拍摄的。由于输出的是60帧，因此我还可以将画面放慢1倍。这对于我们这些手抖的人来说，又多了一个手持拍摄的理由，并且夜晚 ISO 达到3200，噪点都还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，非常不错。至于专业的 S-Log3 嘛，对于刚开始使用的朋友可能会拿捏不准它的曝光、白平衡之类的。而对于这类朋友，23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伽马显示辅助，在里面选择 S-Log3 这个选项，还原色彩可以很好的帮助到你的创作。可是我就想简简单单拍个视频，做点简简单单的后期处理，不想搞那个 S-Log 那么复杂的东西啊。觉得复杂了啊？放心，这次 R3 还增加了一个 HLG 模式，在防止遮挡阴影和高光溢出的同时，保留了一定的色彩。看，简单调一调，我们的一期节目就差不多 OK 了。一天的工作结束了，大佬终于可以不用再去想如何拍节目，戴上耳机，好好的放松，才是我最想做的事。生活配上节奏，这才是最美妙的事儿。没错，比起拍视频，我更喜欢拍照。几年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每天用相机至少拍1张照片发朋友圈。像我这样记录生活时的拍照是不需要思考的，你只需要觉得漂亮，按下快门就行了。角度，在你眼中看到的，难道不是你认为最美的角度吗？不得不承认，2470的镜头对于我这种懒人来说确实非常的实用。24端能拍风景，50端能拍人像，70端能拍特写。一个镜头搞定了你基本所有的日常需求。抓拍能抓住身边的精彩，是我喜欢的拍照方式。而决定抓拍成功与否的关键：1. 开机速度；2. 对焦速度。23取消掉爱啪啪，极大提升了相机的反应速度。这开机速度基本上是提起就怼，非常开心呐。想想以前的 M2， 机开了，鸭子也飞了。这边399个相位检测对焦点与425个对比度监测对焦点的相互配合，讲究。放在广域对焦上，只要你将镜头对准你想要拍摄的物体，它基本上都能帮你搞定。
就算如此黑的环境里 ，XT2 的广域模式无法识别到人脸了，但 R3 却非常的轻松。它很聪明，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。不过，之所以说是基本上，因为我发现逆光拍摄的情况下 ，R3 的广域对焦还是有抓不到拍摄主体的情况发生，唯一的小瑕疵吧。但是优秀的对焦系统一定会有它的解决办法，精确的自由点对焦，波动拨杆指哪里打哪里。而对 R3 来说，还有更舒服的方式。设置触控区域，用触控板进行对焦操作。请相信我，熟练之后的你一定会觉得它比拨杆更方便。一个传统对焦模式，你至于吗？你个锁粉！哼，年轻人，眼控对焦了解一下。啊？眼控对焦，根据被拍摄美女的眼睛来对焦。我还真没怎么用到过，唯一用到的地方，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炫耀的时候。大师就是我嘛。4240万像素下，最高连拍速度是每秒10张，貌似慢一点点，但是4240万像素啊，亲！看，只要快门速度合适，每张都可以很清晰，一个字，爽。不过爽过了，看着照片缓存，啥事儿都不能干，多少有点蛋疼。那怎样才能缩短这个缓存时间呢？双卡双待的 R3 早已给出了方案，主卡槽支持 SDXC UHS-2 的存储卡，而副卡槽仅支持 SDXC UHS-1 的存储卡。于是聪明的你一定知道将吃缓存的操作放到主卡槽上，视频连拍配合每秒300兆读写速度的 SD 卡，缩短等待。而卡2嘛，速度会慢一些，日常单拍放一张每秒94兆的卡足矣。当然，如果你连拍少的话，一张视频、一张照片分类整理也是强迫症的福音呐。好了，拍照也能 HLG， 传到手机稍微调一下色，发个微博 ，OK， 今天的任务完成了。哇，好漂亮的风景！在这么美丽的地方玩耍，拍出来的风景照肯定是希望越清晰越好。因此，为了极致的画面，你还可以打开这个像素转换多重拍摄，只需1秒的时间拍摄4张照片，通过索尼官方的后期软件合成一张16940像素数据的图像。看这清晰度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嘛。当然，三脚架必不可少，并且不要用于拍摄运动物体，否则……编导，帮我拍个延时呗，我拿到 BBT 里面用。等一下，我帮你拍一个啊。哦，忘了，他现在不能拍延时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没有爱啪啪了呀。垃圾呀！没了爱啪啪，反应速度加快，但延时拍摄就不太方便了。所以现在想拍延时的话，你还得额外购买一个快门线。鱼和熊掌啊！呀，相机快没电了。你接着快门线的，怎么充电啊？因为有2个接口啊。小 case 啦。虽说有2个接口，但基本上不会用到，因为这次 R3 的续航是真的给力，基本上可以达到 M2 的2倍使用时间。像我日常拍照，拍个3-4天都可以不用充电。当然，相机除了主体，还有镜头，好的镜头能让你的机器拍出画质更好的照片。于是乎，我买了2个能达到匹配这个机器档次的镜头，G 大师的2470和 G 大师的100毫米镜头。看拍出来的照片，感觉确实要好上不少，毕竟大师头啊。那你现在有了大师镜头，拍照一定很屌咯。这个镜头屌是屌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以前的2470。为什么呀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我想用回以前的2470呢？等今后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再好好说一下镜头的故事吧。值不值得买？没错，这期节目从某种角度上看，已经不能算是值不值得买了。按照在我们观众中这种2-3千就经常打扰了的风气，很多朋友应该不会考虑到这款相机。索尼阿尔法7 R3，机身23999元，GM 大师头2470
14999元，GM 大石头100毫米11000元，索尼64G 每秒300兆存储卡1099元，索尼32G 每秒94兆存储卡380元，索尼阿尔法7 23官方电池600元，索尼原装屏幕保护膜219元，品色相机快门线168元，国家地理摄影包1399元。所有这些东西花费下来，原价53863元，而我仅仅花了49914元，连5万都没有花到，简直赚翻了。当然，你也完全可以这样，便宜很多，值得吗？作为一个从 M2 到 R3 的使用者来说，非常满意，因为拍视频的时候已经不会像以前那样经常对不上焦了。拍照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更舒服的姿势去享受拍照给你带来的乐趣了。没错，这台相机把一切变得更简单了，你仅仅需要的是让自己拥有一双发现美丽的眼睛就好了。因此，我们给出的阿尔法7 R3 的主观得分9.0。在我看来，买索尼的东西全靠信仰。没错，技术走在前面，黑科技也很多，但很多操作非常难用，价格也比较昂贵。它不会像其他厂商那样努力去把这些别扭的地方改到让人舒服。它就不敢，你爱用不用，你要用的话自己去适应吧。偶尔心情好，把难用的地方小改一下，就像 R3， 我们这些用惯了的人就仿佛得到天大的恩赐一般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殊不知这些令人舒服的地方，其他牌子早就有。呵呵，我就是作。所以，如果你和我一样更喜欢拍照，偶尔拍一下视频，最关键的，你充满对索尼的喜爱，那么还犹豫什么？付出你的信仰吧。OK， 本期啪啪啪呢是一个集合，那么在接下来的29、31号的五一节期间，每天都有啪的东西哦，每天4个。哇，好厉害！我们把以前的一些体验过的产品都收集出来，想给他们找一个新的主人。所以呢，有些产品呢，它是有些功能的缺失和这个外观上的损害，在淘宝的详情页面呢，一定要看清楚，我们都标示出来了。那么它可能真的是只值23.3块的，所以你们一定不要乱加价哟。那么详细的哪一天啪些什么产品呢？请看这张表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。那么有需要的朋友，淘宝搜索87076677，记得每天到那个时候去拍哟。给大家说一下，我们现在淘宝这里活动，满99元送那个马克杯，满199元送定制的鼠标垫哈。我们的甜品已经上架一段时间，反响不错。但是有一部分小伙伴给我们反映，我们牛轧饼干的那个皮皮不够酥脆，那是因为我们牛轧那个馅儿的水分导致的，我们会尽快改进哈。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。马上5一劳动节，我们29、31号只接单不发货，5月2号恢复发货哈。最后淘宝评论上个电视哈，那个朋友是我们第一次让他上2回电视，为啥子啊？都是上周我征婚那个小哥哥，通过我们的上电视，他已经成功地找到了女朋友。那个小姐姐是通过我们的客服小姐姐联系到他的哈，他是恁个说的，哈哈哈，是啊，我们真的很投缘，可以在节目上告诉广大的单身铁士们，买牛肉干还送女朋友哦，哈哈哈！特色味真是有温度的节目，未来有机会我们一定一起去重庆感谢特色味大媒人
嘿嘿，单身狗们，希不希望我们特斯威再开一档栏目，大型征婚Testway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Paddle